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暗黑破坏神2代重置版》。今天是开始第2个角色了，法师。箱子里的共享的部分都是死灵法师留下来的遗产，但是啊，也大部分是垃圾。我呢带了一个北极的腰带出门，还有一个加1%更加几率取得魔法装备的 LC。大家想一下吧。实在是没有东西可以继承啊，现阶段。那其实法师这个角色呢，我本来不想练的，或者说不想这么早练。早练不好啊。但是玩死灵法师的时候，这些 BOSS 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从普通到噩梦，从噩梦到地狱，真的就是不给我好东西啊。咱们都不说好东西了，就我死灵法师专用的我的暗金一件也没有啊，包括日用品都没有，所以说这个我实在觉得太欺负人了，还是起一个打装备的法师吧。那这个法师的话呢，打算练个纯冰，因为据小伙伴们反映，这个纯冰呢，它的支配冰冷已经可以破掉大部分的冰冷免疫了，但冰抗实在太高的呢，还是破不掉的。遇到那种敌人怎么办？咱们就跑呗。实在不行呢，也可以捎带练一个大火球，但这种情况不会太多呀。升级了，我要多加一点力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死灵法师呢打出来2件吸钢。这个很多小伙伴也知道，吸钢对于一个开荒的角色意味着什么，所以说先把吸钢穿上，而且是一个2件套。那技能点方面呢，纯冰嘛，就加和暴风雪相关的技能就可以了。冰甲的话，打安解之前加一个。静电力场也是一样，其他的呢就是传送。其实纯冰法的加点实在是太好加了。另外呢，温暖也需要点一点。温暖的作用呢是回复法力啊。那后面如果小弟拿眼光的话，温暖已经作用不大。但是啊，自己还是要有。小弟有是小弟的。咱们现在的攻击手段是冰弹，这个冰弹在冰球出来之前可以多加一加。那冰球出来之后呢，咱们就主力加冰球了。这个冰球的伤害是很高的，尤其是现阶段。到安解的时候，如果你都投入的话，冰球的伤害会接近100，起码也要80-90。所以说这个伤害是很恐怖的。那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在现阶段，它对于法力的消耗是比较大的。但好在啊 1.10 之后，咱们可以非常方便的搞到魔法瓶了，商店就可以买到。加一点血吧。好，咱们继续投入冰弹。魔人的这把杖上面带了一个技能是火弹，我还是把我的剑掏出来了。众所周知啊，法师呢是个近战英雄。果然啊，冲进人堆里开始砍，这个有点暴力了。那其实很多小伙伴玩法师，在普通第1章的时候选择使用弓箭，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，因为弓箭呢，在这些角色的前期，输出上拉不出什么差距，
就是所有人使用弓箭，基本上伤害都差不多。这样法师呢体格又比较差，所以说使用弓箭也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好的，把尸体发火推倒了。这是固定的精怪，而且是必打的固定精怪。没法力了就砍啊！好的，这个任务做完。This cave has been purged of evil. 回家整备一下，身上捡了不少垃圾。看看这个大的12%FHR。这双鞋可以穿。辨识一下，不错，基本的装备呢齐了，包括盾都有了。让咱们去做第二个任务，血压。做这个任务之前，我原本想升到6级了，后来呢，实在是手痒，4级就来了。4级来打他呢，这个输出上要稍稍弱一点。就需要良好的跑位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很多新手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第一个坑竟然是在这儿，就被卡住了。3、4级的时候打血压打不过。擒贼擒王，好，把它放倒就可以了。一个黄金小盾。短弓拿走，因为一会儿呢可以给小弟呀。看一下，咱们可以来一个冰剑的，150，哇，真的便宜啊！等级才3级，看等级2的呢才100块钱。可以了，给小弟呢最好搞一身装备。哎，这个需要等级5，他还带不上。咱们用它呢，只用第1章，到第2章就换了。其实都可以不换。差件衣服。不能光着呀，这个就成了。钱呢，咱们是不缺的。救老爷子了。魔法瓶多买一点，这样咱们可以非常爽快的使用冰弹了。黑暗森林。我感觉自己等级稍稍有点落后了。小弟好脆啊！这个小 boss， 魔法瓶呢回复起来比较慢，它不像紫瓶，有一个过程。这个法师起来之后，我要报复性的打装备啊！现在咱们的伤害是19到25，这个已经比较高了。传送站在这儿，找树啊！哎，树在旁边啊，这个比较不错呀。没用我呢，跑非常远的路去找。This ancient tree has an aura of magic about it.
辨识一下这个头，能卖800多，800多，如果正常玩的话，就算是巨款了。去找拉卡尼修，好像在这片儿。当时我跑过来的时候，大概记得方位。在这儿看见柱子了，戒指捡着。I need mana. 肯定法师打出来的那些东西呢，如果法师大规模的继承，至少要等到普通的第4章。 I am overburdened. 哦，这个黄金的硬皮甲不错啊，现阶段。不使用弓箭的话，如果只是加强兵系攻击的话，那后面打安姐会非常简单。我估计大概10秒钟左右吧，就能把安姐推倒了。 I'll put that to good use. 特别企划呀， Tristram was no 10秒钟 match 推倒 for 安姐。 Diablo's fury. 这里边起码也要把铁匠打倒。哎呦，这波敌人来者不善啊！你看，还有一个小精怪呢。这凭我和小弟的体格啊，一个法师，一个弓箭手，正面刚很难顶得住。还好呢，我输出比较给力。没爆好东西。 算了，我也没指望他爆好东西啊，给我提供点经验就不错了。这几个爆药的推倒， Deckard Cain, get to the rogue camp. I need mana. 已经爆出小紫瓶了。 我这集又要升了，好，升级护身符，一地的药瓶啊，不知道捡哪个好了。那边是捡腿了，算了吧，后面如果杀牛的话再捡腿吧。 好，把静电力场点了，这个迟早要点啊。这也太垃圾了。这个项链5MF， 所以说我就换它了。本来带的是加准确率的，这对我来说一点用没有。咱们去搞女伯爵了。 看一下他能给我出几号吧。女伯爵这里练练级还不错，它一共有5层，每层呢都不算大。 I need mana. Not enough mana. 把女伯爵的这些小弟都勾引出来。看一下咱们的伤害，29到35，现在又升了一级，40、50了已经。打女伯爵2下，哦，一个拉尔，一个特尔。就昨天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：“大叔啊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符文是多少号的？”这个我一时竟然没法回答呀。 I hope to find other such treasures.
你玩的久了呢，自然也就知道什么图案、什么名字是几号符文了。帽子卖了。你像我刚才捡的这个，就是一个3号，一个8号。军营这个地方好混乱啊！法师在这儿还可以，但咱们现在呢不会 TP， 所以说找路的效率稍微低一点。到了下一章吧，下一章打到后期的时候就能学会 TP 了。我的点数呢，大部分都投给了力量，所以说现在人物显得很脆。那是因为我有需要拿的装备啊。这个投力量真的是没办法，因为后面如果你拿精神盾的话，大家想一下，统治者大盾需要力量150多呢，这个要投入的点数多了去了。Not enough mana. 那免费的没有门槛的洗点儿，各个难度的阿卡拉呢都可以进行一次，所以说洗点儿呢不需要担心。哦，这边是去下一层了，我还需要找铁匠呢。我这个小地图啊，按 V 的话呢，它是左右切换，另外大小切换也可以在地图的选项设置里边看到。原版的话就可以这样设置了。那我这样设置的原因呢，是想保持中间录制区域的画面尽量的整洁干净吧。其实我玩原版的话是比较习惯让这个小地图呢最大化。铁匠应该就在这儿了，挺明显的，那有口井啊，我就想站在井旁边和铁匠刚一下，先清一下小兵吧。好，他来了，拿了一把大锤子，真疼啊！我发现他打我是真的疼。但是我打他呢也超级疼。戒指捡着飞刀。啊，现阶段我没有想黄金化的东西。这个黄金化呢，原来我玩的时候习惯后面打了高等级的头环再来。下一个任务啦，安解了。内侧回廊这里看一下，这个骨灰呢是有几率冰冷无效的，你别看只是普通的难度，这个家伙真的地位比较特殊啊。在普通的第一章打大 boss 之前，竟然会出现单吸无效的怪。好，终于呢，这力量到60了。我这个冰球啊，现在伤害真的是高，哎，冰冷系无效，那能不能打呢？可以打。我用静电力场啊，一会儿先清一下小兵，再把他血量呢往下削弱一下，然后利用小弟打他吧。物理，我上去抡也可以，但是呢，这个家伙毒人真的有点疼。啊，我点错了2个技能是吧？ I need mana.
我主要是怕他炸的时候崩到我呀。你看小弟被毒死了，小弟表示你怎么不救我呀？因为你便宜啊！你看，如果是上一期死灵法师带着小弟的时候，那如果这种情况一定要救啊，他扑街一次4、5万，但这个小弟呢几百块，可以了，把这2件套换上了，腰带加20的生命还不错吧？我的这个项链是遗产，之前死灵法师打出来的，腰带存起来了。这个头盔后面给小弟戴。安姐了，我希望安姐能给我报点能用到的东西啊，我都不奢望她给我报点什么暗金啊什么的，你给我报点能用到的就成了。报一双好一点的鞋，啊，或者一个戒指，都可以。这个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啊。报个小盾牌也成，我能拿得动的。安姐之前看一下技能点啊，兵甲呢是起了，一会儿呢要和安姐拼一下，这样保证速杀他嘛。大概10秒钟，装备就是这样，大部分是遗产，绿的好多呀，包括帽子，5、6件绿的。先清一下外围的小兵，用兵来清小兵呢，一般来说尸体就炸了，所以说无法复活，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小弟射不准啊，等他攻击咱们的时候，来了，来吧，首先静电力场。好，搞得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输出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都什么呀？这都什么也捡不起来啊！一地的垃圾。那算了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